我初中时做过一件坏事，当时感觉没什么，甚至还庆幸无人发觉。但当我得知完整的真相后，却绝望的想死。我这样卑劣无耻的人，肯定是要下地狱的。初中时，我是班上的好学生，成绩虽然算不上拔尖，但胜在稳中懂事。相比幼稚的同龄男生来说，我属于比较早熟的那一种。因为擅长为人处事，我人缘也不错，同学认为我可靠，老师觉得我教养好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些都是我苦苦经营的结果。其实我并不像表面上那么从容，我性格自卑阴郁，常有阴暗心理，小学就学会了抽烟、逃课。到了初中，我下决心重新开始，努力装成一名好学生。可一切终将土崩瓦解。事情要从初二说起。初二，班上转来一个女生，名叫陈真，坐我前桌。她性格冷漠，从来不笑，也不说话，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。她坐在我前面，从不回头。如果她回过头来，白白的脸上没有五官，我都不会惊讶。多年以后，我经常做这种噩梦。其实我早已记不清陈真的长相了，应该是一张寡淡的、让人记不住的脸吧。但我记得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。她的头发很黑，齐整的竖在脑后，脖子又细又白。她总是低着头，于是那截白脖子就会凸起两截脊椎的形状，尖尖的，看着很孱弱。她的衣领总是熨贴的，从来不会沾上汗渍，衬衫也总是平整利落，除了肩胛骨处别无皱褶。我无法克制自己投向她的目光。早读的时候，阳光斜照进来，她脖子上的细小绒毛发着光，衣服上挥发出清爽的香皂气味。我从书后探出一双眼睛，看着她的背影出神。为什么总看她？我也说不清。有一天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把一支笔扔到陈真脚下，拍拍她的肩膀，叫她帮我捡。她慢吞吞地捡起来，低着头还给我，不与我对视。我经常借着发作业、收卷子的契机，绕到她正面，看她在做什么，往往是在摆弄笔盒，似乎对其中文具的摆放顺序有执念。后来我对她越发好奇，时不时拍拍她的肩膀，没话找话，你昨晚吃的什么？这题你会吗？我可以教你。你在家跟你妈也不说话。而陈真总是面无表情地转过来，低着头不吭声，冷冷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听见没听见。不光是对我，他对所有人都这样，上课也经常低着头，不像在听讲，所以成绩垫底。同学们一开始都对陈真很友好，但谁也遭不住冷漠，时间长了也不会再自讨没趣。只有我一直在热脸贴冷屁股。我们都知道陈真有问题，他患有自闭症，神经发育上的毛病，无法治愈，只能从小干预，让情况不要那么糟糕。现在他能保持情绪稳定，有部分自理能力，能坐在普通初中的教室里，已经是他背后的家庭拼命努力后的结果了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学校也给予了额外照顾，因为他母亲就是我们学校的地理老师。我对陈真的关注溢于言表，有同学就传言我是为了成绩讨好老师的女儿，但转念又想，地理只是个复课，没道理越过语数外为一个复课大费周章。所以更多的传言是我喜欢陈真。同学明面上没说什么，背地里说我口味独特，我也无从反驳。陈真的母亲，也就是陆小云陆老师，很感激我愿意接触她女儿。她把我喊到办公室，请我吃点心，希望我能继续帮助陈真。陆老师温柔美丽，笑起来眉眼弯起，给人春风拂面的温暖感觉，和她冷若冰霜的女儿气质完全相反。陈真的父亲早早当了逃兵，在陈真确诊后不久就离开了。10几年来，陆老师独自一人抚养女儿，掏空家底给她报干预课程，耐心教她生活，教她沟通，纠正她的异常行为，始终不愿放弃。温和的春风一途撼动冰山，任重而道远。陈真成长至今，仍然情感冷漠，学习能力低下，不肯说话，连妈妈都不叫，上次叫还是2年前。陆老师喜欢大自然，所以选择了地理这个专业，又喜欢人世间，所以选择了教书育人的职业。他热爱这世间的一切，而他女儿什么都不爱。很难想象这样一对母女是怎么相依为命的，也很难想象这经年累月的无望历程，陆老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其实陆老师不用特地跟我打招呼，我自然会克制不住地接近陈真，找陈真说话。陈真对我好像有天然的吸引力，我知道那不是喜欢，但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还要接近他？这一点我也很困惑。陈真长了一张既寡淡又冷淡的脸，会让人产生生理性的不适，除了他母亲，没人会喜欢吧？他甚至让我感到恐惧。无数次午夜梦回，回想起初中时光，我都会冷汗直冒，从噩梦中猝然惊醒。那时候毕竟还小，有些问题还没想通，就已经凭着本能做事了。可是把问题想通，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说回我自己，我叫贺佳，遇到陈真那年刚升初2。时间退回到多年以前，小学2年级时，我父母离婚了。因为父亲的财务状况更好，我跟了父亲，这是我愿意承认的理由。根本原因是我妈不要我。妈妈看起来柔柔弱弱，但很有风骨，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。因为爸爸的不忠，以及我对其不忠的包庇，妈妈没有一丝迟疑地离开了我们。我跟妈妈说，我包庇爸爸只是害怕他们离婚，不是故意不诚实。我性格好，成绩好，长得好，吃苦耐劳，以后会孝顺他。列举了种种优点，
意图证明我的价值，让妈妈愿意争取我的抚养权。可是她不愿意，因为思念妈妈。我经常在家哭，抱着她遗留的衣服不放手。我爸说我没有一点男子气概，抢走我妈的衣服扔了，把我关在房里撕过。我就在窗边眼看着妈妈的衣服被环卫车清走。我爸做了饭，我说难吃，我爸就把饭倒了，不惯着我，然后甩给我100块。我饿了自然会下楼买吃的。我爸是个生意人，没闲工夫多管我，大多数时候我都很自由。我去妈妈单位楼下蹲点跟踪，得知了她现在住的地方，敲开她的门。妈妈很诧异，把我拉进去上上下下看。她说我脸上脏兮兮的都是汗，头发也好久没剪，衣服都臭了，领口都黄了。她让我洗个澡，下了碗面条给我吃，吃完带我去理发，顺道逛了公园。我把这一天写进难忘的一天作文里，老师都不知道有什么可难忘的。后来我每周都去找妈妈，有时还故意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，让妈妈多说我2句。可是次数多了，妈妈也累了。她说我大了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我4年级的时候，妈妈对我已经很冷淡了，以前会带我一整天，后来我进门就像客人，坐了几分钟她就借故要出门，叫我回去，甚至好几次直接不在家，我敲不开门就只好回家。后来妈妈再婚，那地方不住了，工作换了，手机号也换了。5年级一整年，我都没再见过她。那一年我很消沉，每天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穿着1个月没换的衣服，邋里邋遢去学校。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习，精神极度敏感，碰到一点小事就骂脏话、打架。同学都讨厌与我来往。老师找我爸反映问题，别的事先不谈，先说把孩子收拾干净点吧，跟个流浪一样。我爸点头称是，回来教育我一下，转天又忘了。他很忙，管不了我太多，顶多给几百块让我把衣服送洗衣店，再买点零食和同学缓和一下关系。很多问题还是只能我自己面对。其实说到底也没什么问题，我只是很茫然，不知道未来的方向，找不到盼头。有一回我听见同学妈妈说我没教养，一看就是没妈的孩子，忽然很害怕，不想去学校了。我就开始逃课，在街上游荡，去黑网吧打游戏，还学会了抽烟。有时我也会去妈妈曾带我去的公园，无所事事坐上大半天。日子就这么过下去，直到过年的某一天，我远远看见妈妈牵着一个小女孩来逛公园。我揉揉眼睛，没看错，真的是妈妈。我连忙弹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草，正要跑过去，又不得不注意到边上的小女孩。那不是妈妈亲生的孩子，是她现任带来的拖油瓶，但是她视如己出，把那孩子打扮得精致可爱。那孩子裹着蓬蓬的粉色羽绒服，就像一个球。她手里拿着糖葫芦，走路一蹦一跳，满脸都是被爱着的模样。我气得头脑充血，冲到他们跟前，把女孩一脚踹翻，抢走她的糖葫芦。女孩嚎啕大哭，妈妈连忙把她抱起来，一边哄一边前后检查，然后反身给我一巴掌，脸上瞬间火辣辣，冻疮给打破了，又痒又痛。我一直记得妈妈说，脸上皮肤嫩，不要多抓挠，防止留下疤痕。因此生了冻疮后，每天两颊痒得抓心挠肝，我都不敢去碰。此刻脸被打了一巴掌，痛到心里，却另有一种畅快感，好像一切都有了确定的答案。妈妈眼睛向下俯视着我，冷冷地说了什么，我听不清，耳朵里嗡嗡直响，就看她抱着孩子转身走了，一次也没有回头。我吃完糖葫芦，原地徘徊一会儿，也离开了。此后不敢再去那家公园。回家后，我生了重感冒，发烧发得神志不清。半梦半醒间，听到妈妈的脚步声正在耳畔，我哭着喊妈妈，伸手想拉住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了不少胡话，可是梦魇中的妈妈也不为我驻留，最后还是挣扎着爬起来，给外地开会的爸爸打电话。爸爸连夜赶回来，才得救了。小升初的那个暑假，我开始学着自理，自己做饭、洗衣服、熨衣服、搓洗领口、定期剃头。开学前，我把书包洗干净，换了新文具，学会了包书皮。我不再打架骂人、抽烟逃课，我知道怎样表现才算有教养。我会带营养均衡的早饭来上学，也会在课间从包里拿出一盒切好的水果，和同学分享。不要被人发现我没有妈妈，这对我来说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。我保持现在这种状态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回家除了写作业，还要做很多事，才能让自己显得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。而很多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这一切，他们对自己天生拥有的东西早已习以为常，如同呼吸空气一般自然，自然地讲起妈妈说的话，妈妈准备的零食，妈妈买的新衣服，从不认为那是上天的优待。同学们随口一说，却让我难过很久，但我也不会一直脆弱下去。对于其他同学，我慢慢释然了。我只在意前桌的女生，前桌的女生得了那种一辈子治不好的病，性格奇怪，成绩稀烂，缺乏自理能力，简直就是糟糕透顶。可她的头发梳得那么整齐，脖子洗得干干净净，领口从不发黄，衣服也不皱，还很香。这所有的细节都是被爱的具象化，她妈妈把她养得真好啊。为什么这么糟糕的孩子，她妈妈还要她，我妈妈却不要我呢？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之所以忍不住接近陈真，不是因为喜欢她，而是喜欢她被全心全意爱着的模样。
我羡慕的从来不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我羡慕的是他再不受欢迎也没事，再差劲也不必怕，有妈妈爱他。好几次课间，看到陆老师走到陈真桌边，蹲下来，柔柔地跟他说话，抚摸他的头发，我都在后面看得目眦欲裂。等陆老师走了，我就赶紧拍拍陈真的肩膀。我一直在热脸贴冷屁股，企图探听他们母女的生活，而他总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，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我克制不住地关注他，找他说话，可说了话，心中又恼火，就像在唱独角戏，而他冷眼旁观着，心里恐怕在嘲笑我吧。有时说着说着，我脑子里就会冒出一些阴暗想法，想给他几巴掌，让那张讨厌的扑克脸出现裂痕，打到他痛哭流涕才好。但是我不敢，我会条件反射一样想起那年公园发生的事。他有妈妈保护，他身上与生俱来一股底气，我没有。我不想日日忍受这种折磨。仔细想想吧，凡事都有解决办法。凭什么陈真命这么好？这事难道只能靠命吗？不能自己争取吗？要是陆老师能当我妈妈该多好。某一刻，我福至心灵，既然妈妈可以换一个小孩，那我也可以换一个妈妈。陆老师离异，我爸也离异，他们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新家庭。陆老师经济状况不好，而我爸很有钱，我爸离了我妈，成了不修边幅的油腻男，还因为不好好吃饭得了胃病，陆老师应该能管管他。陆老师的爱那么多，全部倾注在陈真身上，却得不到积极的回应。陈真冷漠无情，不谙世事，天真的残忍，连妈妈都不肯叫一声，这就是浪费。陈真浪费的东西，却是我渴求已久的。如果陆老师成为我的妈妈，我就可以分到他的爱了。或许刚开始陆老师不会真心待我，但我会一直对他好，孝顺他，报答他，我的真诚迟早会换来他的爱。如果我和陈真成了兄妹，我看他也会顺眼很多，我会履行兄长的职责，好好爱护妹妹。这是个万全之策，我得想办法让他们结婚。我虽然心里阴暗，但是最开始我的想法还是很正常的，事情也没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要想让陆老师和我爸结婚，首先要在他们心里埋下种子，让原本不认识的两个人对彼此感兴趣。这需要一个桥梁，也就是我得从两头牵线。我爸那边好办，关键在陆老师。要想让陆老师对我爸感兴趣，我自己先要博得老师的好感和信任。于是我在原先的基础上，更加无微不至地关照陈真。我观察这对母女在学校的相处过程，在需要帮忙时主动搭把手，什么杂活都干，只要和陈真有关。但毕竟男女有别，生活上的事我能力有限，更多的还是找陈真聊天，帮他打饭，给他讲题目。他能不能听进去另说，主要是做给陆老师看。陆老师对我过度的殷勤心存疑虑，这我也早有准备。我说陈真和我一个表妹长得很像，我从小就很关照那个妹妹。可惜父母离婚后，和母亲那边的亲戚来往少了，现在看到陈真就像看到妹妹一样，感到很亲切。这样回答，既给出了我爸离异的信息，又给出了兄妹关系的心理暗示。我还提到，我很喜欢地理这门课，也喜欢陆老师的授课方式。看到陆老师这么不容易，也想帮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何况我就坐陈真后面，搭把手是应该的。我是好学生，陆老师对我的印象本就很好，所以很快打消了疑虑。相应的，陆老师也开始关照我，课间来看陈真时会和我聊上几句，给陈真准备了吃的也会给我带一份，自习课会叫我们一起去他办公室写作业，还带我去他家吃过几次饭。我久违地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，心中倍感欣喜，明明是上学，却好像回家一样。陆老师温柔亲切，长得也好看，我嘴里喊着老师，内心已然把他当成妈妈。为了让陆老师更喜欢我，我更加努力的学习，成绩突飞猛进，直接从班级前10冲到了班级第1。我假装喜欢地理，在地理方面做了很多额外功课，经常找陆老师问题目，时间长了弄假成真，还在地理竞赛中拿了奖。陆老师夸我聪明，悟性高，说着轻轻叹了口气，目光落到垂着头摆弄铅笔的陈真身上。我知道他在比较陈真和我喜欢这种被比较的感觉。陈真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都非常迟钝，其他孩子几分钟就能学会的东西，他可能要学几个月。你根本分不清他低着头不说话，是没在听，还是没听懂，还是听懂了但不想理人。他不会被激励，也不会被打击，他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，无论什么东西落进去都不会泛起涟漪，只会往幽暗的深处去，不知落到哪里。他的回应对我来说不重要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做样子，而陆老师不一样，他是真想要陈真好。多年来，陆老师极尽耐心，一遍遍地重复，一遍遍地教，但也常有崩溃的时候。我曾在办公室窗外窥看，亲眼目睹陆老师打骂陈真，抽他的手心，拎他的耳朵，拼命摇晃他的身体，边哭边喊：你看着妈妈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？你说话呀！为什么？我做了什么孽？我该拿你怎么办？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，偏偏你这样？陈真也不躲，嘴里干嚎着，脸上的表情扭曲而诡异，显得极度不正常。这一幕在我眼中无限放慢，我悲天悯人地看着这对母女，只希望这一刻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好让我印刻在脑海里细细琢磨。仔细看看吧，陆老师的表情里包含多少复杂的情绪：痛苦、绝望、无助、
不甘。他很优秀，很努力，不到40岁就评上了特级教师。和他同等水平的老师都家庭美满，孩子优秀，住中高档小区，而他离了婚，独自抚养自闭患，住破旧的老公房。学校表彰他，媒体报道他，标题上总少不了坚强2字。他明明有那么多优秀的品质，可所有品质都没有坚强来的深刻，都会被坚强所掩盖。坚强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？他不得不坚强，他是凭着一腔沉重的责任心苦苦坚持到现在的，可半辈子呕心沥血，在女儿身上却看不到任何希望。傻也就罢了，起码得会叫妈妈吧。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根要感情没感情，要脑子没脑子的木头。这样一个木头孩子，即便主观上纯真无恶意，本质上也是个吸血鬼，无穷无尽地吸取母亲的血，注入到没有未来的病区中，拉着母亲一同坠入深渊。从这孩子出生开始，就注定了母亲悲剧的一生。母亲没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，她决心一条路走到黑。我发自内心的同情陆老师。办公室里，陆老师抱着陈真痛哭不止，他打骂完又懊悔，不停地责骂自己，不停地道歉。陈真被打的时候干好几声，很快又面无表情了，木然被母亲抱着，一声不吭。忽然，他的眼珠机械地一转，目光投向窗外的我，然后咧开嘴，像是在笑。那目光和笑容来得太突然，吓得我一哆嗦。那一瞬间，我怀疑他什么都懂。之后我消沉了几天，也几天没有找陈真说话。只要我不找他，他就不会记得我。他永远朝着前面，挺挺地坐着，背也不会靠到我的桌沿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落在我桌上，只给我一个分明近在咫尺却又很遥远的背影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去找陆老师问题目，见他神色疲惫，就关心了几句。他忍不住倾诉自己的辛酸苦楚，最后又说：“我跟你一个孩子说这么多干嘛？”我想了想，安慰他说：“每个孩子都是礼物，或许陈真在其他方面有天赋，只是还没发现。”他其实很细心，和他说话虽然不回应，但他都听进去了。您对他的爱他也都知道，他只是不会表达。他现在比起以前已经进步很多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，你要有信心。陆老师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贺佳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么小就会开导人，你父母把你教得很好。”我顺势说道：“这都是我爸的功劳。我爸现在很忙，只会给我钱，没时间管我，但这不是失职，他早就把事情做在了前面。他从小陪伴我，教我为人处事，教我自立自强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爸爸那样的男人。恐怕我爸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还能被这么夸。”这之后，我经常有意无意地提起我爸，粉饰了他们的离婚原因，把他是高学历、优秀企业家、有责任心等等信息都半真半假地传达到了，就为了迷惑陆老师。我承认我是个自私的人。陆老师对我爸印象很好，这边就算成了。我爸那里我没花太多心思，只是简单提了几句，说我的地理老师离婚带一个女儿很不容易，他很关心我，我成绩现在这么好，就是因为他一直鼓励我，地理竞赛拿奖也全靠他指导，他做饭也很好吃，云云。我爸心领神会，说等开家长会的时候会专门去感谢陆老师。这边也成了，能铺垫的都铺垫了，至于他们见面后能不能看对眼，这我不敢保证，但我觉得可能性很大。以我爸那德行，只要见了陆老师的面就会喜欢的。我爸外形条件也还可以，参加家长会前也会收拾收拾，不至于太油腻，陆老师应该也会喜欢的。不久后就到了家长会，会上都是主课老师说话，副课老师不会参加。会后，我爸特地找到陆老师办公室，对他表示感谢，还送了一盒很贵的护手霜，说是出差带回来的。陆老师也很客气，夸了我几句，但没收礼品。他们聊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在办公室外偷看两人的神情，觉得像是有戏。最后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，说是方便以后交流孩子的学习问题。当天晚上，我爸说打算周末约陆老师出来吃饭，探讨我的学习问题。几天后，我在办公室门外听见陆老师试探着问陈真：“你想找个爸爸吗？”我喜不自胜。他们果然看对眼了，一切正在往我想要的方向发展。可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简单？结婚是大事，不是过家家。尤其是我忽略了重要的一点，我爸不知道陈真有病。周末，我爸约陆老师出来见面，名义上是交流孩子的学习问题，打着这个旗号在互探家庭情况，这样就算不成也不至于太尴尬。陆老师很真诚，把陈真的病如实说了。我爸没有沉默太久，他礼貌性的关怀几句，接下来的话题就克制了很多。最后到两人分别时，话题也还没跳出孩子学习这个框，也没有约定下次见面。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爸爸回来后完全不提那件事，我焦灼了半天，还是忍不住了。吃饭时，我不经意地说：“这菜我是跟陆老师学的，他烧菜很好吃。要是他是我妈妈就好了。”我爸不假思索：“陆小云，不可能。”我爸说：“女人离婚带个孩子就很难再嫁了，何况这孩子还有病。如果陆老师是独身一人，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”说完，他补充道：“这也是你妈不要你的原因。”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。我愤怒起身说：“你还好意思嫌弃陆老师？陆老师嫌弃你还差不多，你自己出轨还连累我。”
我哭着冲进房间，把门甩上。可无论怎么心理暗示，耳边一直回荡着我爸最后那句话。我满脑子都是妈妈，直到多年后的现在，即便已经摆脱对亲生母亲的执念，也还在与没有妈妈的痛苦做斗争。可是对妈妈来说，我只是个累赘而已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这样的是累赘，陈真却不是？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好，我却还是被嫌弃？可再如何愤怒不甘，这个事实也无法改变。陆老师真的很好，他为陈真牺牲了太多。无论是出于爱，还是出于责任心，他终究没有抛弃陈真。假如他抛弃了陈真，像我的生母那样狠心，我也不会希望他做我妈妈。我正是看见陈真被照顾得很好，才喜欢陆老师的。可是陆老师不抛弃陈真，我爸就不会愿意，他仍然无法做我妈妈，这就陷入了两难境地。那一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再次陷入了迷茫。明天我该以什么姿态面对陆老师和陈真？继续献殷勤吗？可是有什么用呢？现实情况摆在那里，我再怎么殷勤，他们也结不了婚，都是白费功夫。我爸是很果断的人，认定的是不会改主意的。陆老师也没有漂亮到让我爸失去理智的地步。就这么胡乱想着，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梦中又回到了在办公室外偷窥的那一天。陆老师打骂完陈真，自责不已，抱着陈真痛哭，而陈真面无表情，他的眼珠机械地一转，目光投向窗外的我，咧开嘴，白白的脸上出现一个阴冷的笑。我想逃，却立在原地动弹不得，眼看着他笑得越来越夸张，越来越扭曲。我猛然惊醒，吓得冷汗涔涔。那一夜，我坐在黑暗中，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要是陈真消失就好了，这样陆老师就能全身而退了。要是陈真死了就好了。我用力甩了甩头，想忘掉这个可怕的念头，但却一夜无眠。那天之后，我一边思考下一步对策，一边继续对陈真示好。陆老师对我还像往常一样，可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有些不自在了。我爸虽然委婉，可对陈真的嫌弃不言自明，这是人之常情。陆老师也是明事理的人，但无形的隔阂仍然会产生。几天后，陆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和我聊了一会学习，最后说现在初三了，大家学习都忙，给陈真讲题会占用我大量的时间，不想太麻烦我。我说没关系，举手之劳，同学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就这样拉扯了一段时间，陆老师也没有办法，只能随我去了。课间，我坐到陈真旁边，给他演算一道数学题。他低着头，马尾垂下，挡住了侧脸。我闻到他头发上的香味，有些心不在焉。旁边同学揶揄道：“又给女朋友讲题啦？”以往我都不搭理这种玩笑的，这一次我倒认真考虑起来，干脆不要小想兄妹关系了，我就娶陈真好了。这样陆老师变成了我的岳母，也算是妈妈了。我爸肯定不会同意，那我索性就断绝父子关系。可我才15岁，到法定结婚年龄还有很多年，遥遥无期。而且扪心自问，我真的愿意和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吗？我不愿意。我对陈真好，只是做给陆老师看。我不光不喜欢她，甚至还讨厌她。讨厌她那张面无表情的死人脸，讨厌她那副心安理得的样子，讨厌她不给陆老师任何回应，肆意浪费珍贵的感情，浪费社会资源，讨厌她一无是处还要拖累别人。总之，这个对策行不通。那还有什么办法？我又想起那一晚罪恶的念头。我总想忘掉它，可这念头只要出来了，就无法遏制。它时隐时现，总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跳出来，表现出它的可行性，不断地告诉我，这是最好的、最一劳永逸的办法。绕来绕去，总会绕到这里，直至我被阴暗完全吞噬。杀人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词汇，可是杀了陈真，算是为民除害吧。其实陆老师潜意识里也想解脱，他一度只靠责任心强撑着，他肯定也会有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有过假如没有陈真就好了的心思吧。可他被名为母爱的枷锁束缚着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这是最后的办法。一旦开始郑重思考杀人的问题，我也失去了做人的资格。一旦突破了心理防线，思维就失去了控制，开始向着无尽的深渊不断发散。要想神鬼不知地杀了陈真，就得伪装成意外或自杀。自闭症患者本身就有可能产生自杀倾向，甚至都不需要过多铺垫，就会让人联想到这个原因。这是天然的有利条件。我留意周边的高楼与河道，适合自杀的地方有很多，但是一路上监控也很多。我如果带他去，就没办法全身而退了。何况陈真除了上课，都是和陆老师在一起，我也无法将他单独带走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陈真自己愿意去死。自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，机会就多了，比如课间走出教室，直接往楼下一跳。就算陆老师看得再紧，也防不住。这很难，我只能试一试。我大量查阅心理书籍，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催眠，但是这不现实。一方面我是个初中生，再怎么学习也达不到心理医生的技术要求，另一方面催眠需要一个安静密闭的环境和一段不被干扰的时间，还是那个原因，我没法把陈真单独带走。我能做的只是诱导，给他施加精神压力。我趁着课间讲题的时候，在陈真耳边悄悄说，同学们都说你太笨了，你妈妈被你害得好惨，她一辈子都浪费在你身上了，她本来可以很幸福的。
不过我是觉得你挺不容易的，可以坚持到现在。假如我是你，我早就自杀了。反正也治不好，也看不到未来。如果是我的话，真不想拖累妈妈。我可以放心的给陈真心理暗示，灌输厌世的想法。他不会告诉陆老师的，他根本就不说话。可是要诱导一个人自杀真的很难，很多因素不可控，不知何时会起效。尤其对象还是一个脑子本来就有病的人，灌输进去的东西都不知道打了多少折扣，还得避开旁人。那时候我的心灵也出了问题，每天说坏话，我也很难过。说了那么多，陈真也没反应，我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母女情深。最后我也不想再说了。上了初三，学业更加繁忙起来。我每天完成学习任务就已经身心俱疲，还要分出心神去想陆老师的事。我紧紧抓住那点渺茫的希望，不想让它破灭。一定还有办法。我现在困境里，可这对母女却好像找到了一条新路子，正在紧锣密鼓地探索中。以前放了学，我总要去陆老师办公室磨蹭一会，可现在一放学，陆老师和陈真就走了，办公室门紧紧锁着。初三地理课变少了，陆老师出现的频率渐渐变低，同时陈真也开始频繁请假。偶尔看见陆老师，气色比以前好了不少。这是为什么？本来陆老师是很担心陈真的升学问题的，最近却豁然开朗了一样。我总是看着空置的前桌出神，想着这对母女究竟在忙活什么，是放弃上学了，还是在躲我？越想越痛苦，看不到他们的每一天，我都在焦灼的痛苦中度过。没必要躲我吧？为什么要躲我呀？我还没做什么出格的是吧？不，应该和我无关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。我算老几呀？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在痛苦罢了。再次见到陆老师，他和陈真都晒得有点黑，说是去户外徒步了。没想到他们消失半个月是去做这个。陆老师看着心情很好，热情地与我打招呼，还请我去他家吃饭。我连忙答应。之前也去过几次，尤其是准备地理竞赛的那段时间，我很喜欢去陆老师家吃饭。可这一次我却有一种预感，估计是最后一次了。他们小区很破旧，以前是单位分配的公房，后来自己掏钱买下。因为太老了，也没人管理，基础设施跟不上，私搭乱建严重。他们家住5楼，家里也很乱，目之所及全部都是书籍，有教学用书、各类名著、自闭症相关书籍，地上还散乱摆放着很多绘本。我每次来都在那个位置。陆老师说过，有些东西一定要放在固定位置，否则陈真会不安。这就是自闭症的刻板行为。陆老师喜欢整齐，但不得不迁就女儿的要求。我帮着陆老师一起做饭，端菜出来时，看见陈真正端坐在电视前。他在看一个户外求生的纪录片，仍是面无表情的模样，但他抬着头，很专注。我觉得奇怪，很少能看见陈真抬着头的样子。陆老师说，前段时间他偶然发现陈真对户外类纪录片很感兴趣，就带他出去玩了几次。结果发现他在野外很放松，动手能力很强，会钓鱼，用草编垫子，搭建简易炉灶，连钻木取火都一学就会，性格也开朗了不少。他意识到，这或许就是女儿的天赋所在，所以他们这段时间经常请假，是去户外玩去了。我感到匪夷所思，在我这么痛苦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在外面玩，还研究什么钻木取火。陈真的天赋就是当原始人，真是可笑。但我也只能表现出惊喜的样子，为陆老师高兴。陆老师说自己以前精神太紧张，总是逼着女儿学这个学那个，想让她尽快正常起来。自己紧张，搞得陈真也紧张，反而不利于治疗。比起在人堆里，陈真更喜欢大自然。陆老师表示，他已经想通了，陈真不擅长在学校学习常规课程，以后就打算带陈真多出去走走，边玩边学。自己是教地理的，教起自然知识也得心应手。他家在乡下有块宅基地，祖辈过世后，老宅多年不住人，已经塌了一半。那里依山傍水，风景很好。他打算在那边重新建个小房子，以后母女住过去。陈真幼年还没确诊自闭症时，就很喜欢回老家，住到那边也有利于治疗。乡下的房子已经动工了，这段时间他们也经常回去看看进度。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只要陈真开心就好。我问陆老师他的工作怎么办，他说到时候再看，也可以调到乡镇学校。可那地方在邻省的山坳里，虽然算不上贫困县，但经济比这里差远了。他可是特级教师，他真的甘心吗？我死死盯着他的表情，想从中找到除了愉悦以外的情绪，可是没有。他毫不迟疑地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如果他们回老家了，恐怕我一辈子都见不到陆老师了。对此我十分恐慌，而陆老师面色如常。他就这么决绝吗？他明明夸我聪明懂事，夸我是好孩子，可他对我却没有一丝留恋。我恍惚地吃完这顿饭，呆立在客厅中央，看着陆老师收拾碗筷，忙忙碌碌。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，却好像一个虚影，无论如何靠近，都无法抓住他。就像多年以前我在重病的梦魇中看到的妈妈，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离我而去。饭后，陆老师陪着陈真一起看纪录片，边看边教他各种户外知识，教他观察地势、观察动植物，怎么利用北斗七星辨别方向，怎么收集淡水，怎么辨别风向等等。陈真还是一言不发，
但表情柔和了些。他看看电视，又看看妈妈，就是不看我。他根本就是无视我。我之前在他耳边讲了那么多，他一句也没听进去。看着他们其乐融融，我越发感到孤独，越发感到他们密不可分，我只是个外人。这顿饭确实是最后一顿，陆老师郑重感谢我这2年的帮助，他嘱咐我好好学习，后面他们要奔着新目标去了，多半不会再见了。我辛辛苦苦这么久，到头来就是一场空。他们走了，以后我该怎么办？唯一的希望落空了，以后我该做什么？做什么都了无生趣。我走到他家窗边，看向漆黑的夜空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没有云。我想到了死。我低头看，却看不到楼下，视线被防盗窗和空调外机挡住了。故事不能就这样结束。我知道陈真不喜欢我。曾经有一次，我给他讲题目，他在草稿纸上写下3个字：你很臭。我惶惑地问他为什么。他画了一支烟，而后抬眼，一眼看穿我，又垂下头。那一刻，我如遭雷击。他知道我抽过烟。小学的时候，因为被妈妈抛弃，我自暴自弃，逃课去黑网吧，跟网吧里的社会青年学会了抽烟，就几次，也没有上瘾。初中我就告别了过去，用心经营自己，做一个好学生。自以为脱胎换骨，以前走过一小段弯路，谁能看出来呢？可是说到底，做过的事就是做过了，和没做过的时候肯定不同。那些熏人的烟雾曾进入过我的胸腔，难以代谢的尼古丁驻留在我的肺上，我吐出的气息就与旁人有了微小的差别。别人闻不到，陈真闻到了。就算我仔细刷牙，喷口腔喷雾，他也能闻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开导陆老师说陈真其实很细心的原因。我无法彻底告别过去，一个坏了的人就是坏了，没办法变成一个完整的好人。我就是一个坏孩子。2个月后，初冬的一个晚上，半梦半醒间，我听见救火车的声音呼啸而去。看向窗外，夜空尽头隐隐是一片红光，染红了天边的云。烟雾盘旋上升，融进云层里，天地相接，仿佛是梦中的场景。那是一场惨烈的火灾，发生在一处公房的5楼，家中住了一对母女。事故发生在深夜，又因为小区疏于管理，私搭乱建严重，汽车停放混乱，救火车在外围耽搁了一会才到达事故现场，所以火势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。事后调查原因是空调外机电线的绝缘层老化引起的火灾。事故家中有大量书籍，这些都成了引火物。那一晚风很大，也导致火势蔓延迅速。经多方认定，这次火灾是一场意外。是吗？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说过，越是单纯的意外，越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谋杀。不过我没有精心策划，我只是顺势而为。最后一次在陆老师家吃饭，我站在窗边看到了那个老旧的空调外机，也看到了老化的电线。窗边就是书架，家中又有大量书籍，这些原本就算消防隐患。后来那根电线，那些书时时出现在我眼前，告诉我算了吧，都算了吧。那对母女不会得到幸福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苦难中挣扎罢了。我也得不到幸福，何苦呢？在那个起风的深夜，我去了那个小区。那小区监控盲区多，路上空无一人。我站在5楼的黑暗中，平静地抽完一支烟，然后戴上手套，从楼道窗户钻出，沿着楼梯爬到了向北的窗户外，踩在安放空调外机的平台上。我看见了那根电线，看见了防盗窗内敞开的窗户，还有窗边的书，一切都合乎时宜，是我送去了那场火灾。事后没有人发现，事故原因也正如我所料。我本想就此终结这一切，却没想到到了这种地步，事情还能有转机。那是我不敢肖想的愿望。事故中只有1人幸存，是陆老师。陆老师和陈真是分房睡的，2个房间相邻，陆老师睡北边房间，陈真睡南边房间。当天夜里，火势发展得很快，客厅短时间之内就陷入了一片火海。正常人都知道，假如摸到房间门把手很烫，就意味着门外火势凶猛，是绝不能开门出去的。可陈真不是正常人，他遇到危险很害怕，想去找妈妈，于是打开了房门，直接就被扑面而来的大火吞噬了。最终只有陆老师1人幸存，这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我破釜沉舟的做法竟换来了想要的结果，这是上天的恩赐。几天后，我出席了陈真的葬礼。陈真患病多年，很多人怕惹上麻烦，疏远了这对母女，所以出席的亲友不多。不过陈真父亲那边也来了几个亲戚，那些亲戚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以审视的目光看着陆老师。警方也有过短暂的怀疑，因为自闭症家庭不堪重负，杀死自闭患儿的案例并不少，但没有迹象表明陆老师已不堪重负。他确实有崩溃的时候，但总的来说心态都比较积极。事故发生前，他还和女儿一同憧憬新生活。不管问谁，大家都会说这是一个好母亲。现场痕迹也表明，这确实是一场意外。只要是深入了解过情况的人，都能对这位母亲的境况感同身受，都会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件事，认为这是上天帮忙，帮助这位母亲解脱，也帮助那不属于人世的孩子回到星星上。有一瞬间，我也在想，那一夜发生的事或许真的是梦吧，
我没有做坏事，我只是梦想成真了。可我右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有2处烫伤，隐隐发痛，是那夜在楼道中抽烟，烟烧到了烟嘴处，却没有发觉。我连忙把手塞进裤兜，恍然抬眼，就看见那张高悬的遗照。陈真的遗照是他的入学证件照，我早已记不清长什么样了，只记得那张黑白分明的照片上，他面无表情地牢牢盯住我的目光。只有在这种时刻，他才会长久地注视着我。但这次是我想逃避，我只看了一眼，就立刻别开了眼睛。遗照下摆着他的棺木，没有瞻仰遗容的环节，他已被烧得面目全非。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仪式过后，我快步走到陆老师身边。陆老师很悲伤，他不停地责问自己，为什么那天睡得那么熟，为什么自己发觉得那么晚。我说，因为你太累了，一直以来你都太累了。我扶着陆老师往外走，走出殡仪馆。阳光直射下来，刺得眼睛发痛。短暂的眩晕过后，我看见爸爸的车停在路边，他靠在车边等我。他目光沉静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陆老师，没什么感情地说了句节哀。陆老师请了长假。我消沉了很久，学习无法集中注意力，经常走神。我总是在想，陆老师什么时候回来？好几次，我驻足在他家楼下，抬头只看见5楼黑洞洞的窗户和熏黑的外立面。那场火灾过后，陆老师没有回家，他本来就不准备住这儿了，估计也不会修房子了吧。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，就和当年妈妈再婚后我找不到妈妈一样。就这么恍惚的过了1个月，陆老师回学校了。我连忙去办公室找他，他身形瘦了一圈，面容憔悴，看着状态很不好，但还是淡淡的微笑道：贺家，谢谢你。他的确放弃了以前的住处，仅仅回去收拾一些幸存的物品，就已让他痛彻心扉，可见放弃是最好的办法。目前他租房独居，换一个环境就不会太伤心。老家的房子还在建，陈真却已经不在了。陆老师没让停工，还是继续建，但不用太紧迫。我知道他会走出来的，他是很坚强的。我应该要开心，但我却开心不起来。我只是重新变得耳聪目明，自然而然地做着接下来该做的事，自然而然地为了实现我未尽的愿望而努力。我和我爸说，我想要陆老师当我妈妈。我爸眉头紧锁，沉默良久，问：你确定？我坚定地看着他，没有多说。我爸对我简单粗暴，但追求女性却很细致。他会照顾到对方的情感需求，用心陪伴、倾听、沟通，成为一个称心的朋友，再逐步走进他心里。等到对方敞开心扉，才开始砸钱送礼物，讲自己的奋斗史，像孔雀开屏一样展现各方面的实力。我爸追求陆老师时，我也在努力学习。半年后，我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。我爸带陆老师来家里吃饭，比起半年前，陆老师的精气神恢复了很多。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家，证明我爸的追求已初具成效。我熟练地做了一桌菜，都是陆老师喜欢的。陆老师没想到我不光学习好，生活能力也很强，对我更加刮目相看。饭后，我乖巧地跟陆老师汇报上高中后的学习计划，询问他的建议，把提前买好的教辅书拿给他过目。陆老师看了我的书架，发现我除了教辅书外，还有一块地方放了好几本心理学书籍。他随口问：你还研究心理学？我强自镇定道：网上做活动买的，看过一点。那是初3时特意买的。那时我研究心理学是想诱导陈真自杀，但心理上的东西太玄妙，最后没有继续下去，还是亲自动了手。这半年我又看起了心理学，这次是为了遗忘。没人会想到，我为了考上最好的高中花费了多少努力。我不光要拼命学习，还要承受精神上的重压，那是我做了坏事的后遗症，是反噬，是创伤印记。每一天，陈真都出现在我梦里，把我折磨得无法安睡。他是那个坐在我前桌的消瘦背影，我伸手拍他的肩膀，他回过头看我，白白的脸上没有五官。他是高悬在殡仪馆中央的黑白遗照，耷拉着嘴角，眼珠向下，他面无表情的牢牢盯着我。他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挨他妈妈的打，毫无感情的伸着长脖子干嚎，表情扭曲而诡异。他看向窗外的我，忽而咧开嘴笑。他被大火吞噬，雪白的皮肤被烧到脱落，烧到焦黑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大火中，看着窗外的我，咧着嘴笑。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以获得昏迷一般的睡眠，陈真却还会在凌晨的梦中出现。白天我又得吃提神药才能有精力学习。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我还给自己加了超量的课外作业，以填满生活的空隙。我不停地学习，埋头在虚幻的题海之中，好让自己没有思考现实的空间。周末又会看心理学书，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人是有自我保护机制的，经受过巨大的打击后，会选择性的遗忘一些事。不到最后，前述内容我也无法一五一十地回想起来。总之，在当年初3的最后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，丢掉了大部分的我，才能带着堪堪愈合的伤口走出来，回归正常生活。我考上好学校，迎来憧憬已久的母亲。后来，陆老师经常来家里吃饭，辅导我功课，和我一起看书。时间就这样缓慢地延宕下去。又过了半年，爸爸和陆老师结婚了，我也能改口了。为了叫这一声妈妈，我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。妈妈住进来后，家里变得温馨很多。
尽管他还不能做到发自内心的爱我，但是他知道怎么经营和谐的家庭关系，他拥有很强的表达爱的能力。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，由内而外变得从容起来，像每一个家庭美满的孩子一样。我不必再为了掩盖什么而战战兢兢，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妈妈的爱。每天回家进门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，我总会喊一声妈妈，我回来了，妈妈就会从某个房间探出头回应我。只要看见她温柔的笑脸，一切都值得。可是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太顺利了。经历了那些事，生活当真能如此风平浪静吗？妈妈并没有完全走出来，她经常望着某处发呆，默默流泪，尽管她从来没有提起过陈真，还时不时打电话回老家，关心建房的进度。每次看到她压着声音打电话，我都会很害怕。我已经是个高中生了，长得比她还高，却会像孩童一样蜷缩着躺在她的膝盖上，问她为什么还要建那个房子。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，总要留下一点过去的痕迹。为什么要留下过去的痕迹？为什么不能向前看？但我同样做不到。右手指尖的烫伤已痊愈多年，却仍会在某一刻突然发痛，这是过去的痕迹，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证明。梦魇中的陈真也从未离开，只有面貌变得模糊了，带给我的恐惧一如当年。我只能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，这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有意识地要求自己，要了解妈妈的一切，并且接纳一切。我试着去理解她，去接受她老家房子的存在。我伏在妈妈的膝盖上，问她那是个怎样的村子，老房子长什么样，以前是什么样，现在是什么样。妈妈一一告诉我，说出来后她也好受很多。高二后的暑假，妈妈带我去她老家玩，顺便看看房子的情况。那地方偏远，藏在小山坳里，依山傍水，风景宜人。但村子已经没落了，大片田地荒废，杂草丛生，年轻人都走了，只剩一些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。妈妈的房子已建成大半，她邻近的人家也是她的她，荒的荒，因此显得僻静。妈妈里里外外看了一圈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就不打算久留，带着我住到了镇上。小镇的夜晚有银河，我和妈妈坐到宾馆楼顶观看。妈妈指着西北方向，告诉我北斗七星在那里，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。她想起她曾经也教过陈真。面对着浩瀚无垠的星空，妈妈终于敞开心扉。她哭着对我说，她很想他。我慌乱的不知所措，只能握着妈妈的手，干巴巴地说些安慰的话。我知道陈真的目的就在老家，但妈妈顾虑我，没有提起。此刻她的情绪有了出口，便再也刹不住。她说想去扫墓，我连忙答应。翌日一早就去了。陈真墓碑上的遗照仍是那一张，嘴角垂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梦中总是出现的身影再次有了实感，只一眼我就腿软的想要跪下，不敢再抬头。妈妈专注地烧着纸钱，和陈真说话，没有注意到我的异常。中途她接到爸爸的电话，起身去远处接电话了。趁着这个档口，我给陈真磕了3个头。我埋头在草里，低声说：“陈真，你放过我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也是没办法了才会那样做。我太想要妈妈了，我也不容易，你放过我吧。”期间兜里的手机响了又响，我都没听见。直到离开墓地，我才恍惚地拿起手机，看到我爸发了很多信息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。我回他，过几天。暑假时间多，没必要太早回去。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。我们在附近景区又玩了2天，才回家。到家就看到我爸脸色不好，他看不惯我黏着妈妈，觉得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有男子气概，但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。他看不惯的其实是妈妈，他对妈妈并不亲近，结婚2年相敬如宾，他时常会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她。这2年来，一切看似顺利，但总有一些让人在意的梗，不至于堵着什么，但就是感觉不舒服。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我和爸爸说想要陆老师当我妈妈，爸爸表现得很犹豫，虽然最终还是如了我的愿，可他为什么要犹豫？他原本就对陆老师有好感，也分明说过，假如陆老师孤身一人，事情会简单很多，他又为什么要犹豫？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，问爸爸原因。我爸说别管那么多，好好学习。可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就像是我爸并不喜欢陆小云，是为了我才去追求她的。我所期盼的是一个其乐融融、没有嫌隙的家庭氛围，就像我爸出轨之前那样。我的生母无法容忍，做不到装聋作哑，可是换了一个妈妈，对爸爸之前的破事一无所知，却仍然回不到从前。每个人都好像各怀心事。我问我爸，你是不是对妈妈有什么误会？误会算不上。爸爸说，我不能简单评判一个人是坏人，也不能随意认定是好人。人性是复杂的。这些年我对你的关心很少，你也看不上我的关心。陆小云总的来说挺好，可以当一个好妈妈。我说，她就是很好啊，可为什么被她说的那么别扭？爸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不再多言。类似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多次，最后都是这样不了了之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俩单独在外吃饭，爸爸兴致一高，喝多了，话也多了。他说，我见过自闭症儿童，看着冷漠，实际单纯，得了这种病就是这样，他们的世界很简单，但对亲人来说就是灾难。摊上这么一个孩子是很绝望的。如果想要摆脱这种孩子，
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想有一个。他们就像一张很难画上图案的白纸，但是一直坚持不停的画，总会多多少少留下点痕迹。比如一些常识性的东西，反着教他们，一直教，坚持教，有一天就会派上用场。比如告诉他，碰到门外有火灾时，如果摸到门把手很烫，就要开门。我爸悠悠地说了这么一段话，意有所指的样子，不像在开玩笑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我震惊且愤怒，妈妈不是那种人，她对陈真的爱是真的，她不可能做那种事。你不会也怀疑是她自导自演放的火吧？警察都说是意外了呀。说这话我是很有底气的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场火灾的原因。可我的思维又不受控制地想到，爸爸说的办法和我当年的做法何其相似，本质上都是诱导一个心智有问题的人自己赴死。说到底，关上门来，妈妈和陈真的相处究竟是什么样的，我也无从知晓。我最多只在学校办公室门外偷看过，但我就是觉得她不会那么做，她是一个好妈妈。随便说说而已。爸爸无所谓地说，我没有质疑那场事故的认定，也觉得她不会那么坏。但人性确实经不起考验，自闭症家庭是很压抑的，那种痛苦常人难以忍受。对孩子的爱会在日复一日的痛苦中不断消磨，而责任不会，责任只会越来越沉重。他或许不会刻意纵火，但不代表他不会顺势而为。那场意外是个好时机，不是吗？他说他太累了，睡得很熟，发觉着火时已经晚了，真是这样吗？陈真打开自己的房门去找他，却没能打开他的门，这或许意味着他的门当时是反锁的。家里就他和女儿两人哟，为什么睡觉还要反锁房门？我再次反驳道，你又不是消防员，怎么知道当时的情况？当时火那么大，陈真开门出去就是火，哪里还到得了另一个房间？离得再近也很难吧？就算像你猜的一样，他把门反锁了，谁规定睡觉不能锁门呢？爸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你不能侮辱他的人格。他很爱陈真，10几年如一日的爱他。事故发生之前，他们刚刚找到生活的目标，他发现陈真有户外生活的天赋，就带他出去玩，还打算搬回老家住，甚至不惜放弃现在的工作。他们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新生活，谁能想到会有这种飞来横祸？爸爸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。就在我以为他已经被我说服的时候，他平静地开口，假如我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一个人，在野外制造意外是最方便的。我也会提前一段时间开始铺垫，向外宣扬我们喜欢户外生活，喜欢徒步。至于回老家住，你也去他老家看过了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简直要崩溃了，怒道：你这是阴谋论！他们母女都这么惨了，为什么还要编排他们？要真像你想的那么坏，你怎么可能会娶她？就不怕她害你？你心里明明不是这样想的，这样乱编故事觉得很有意思吗？果然是油腻男，喝多就上头，满脑子恶趣味。但我爸的神情其实一直很平静。他说，我不能简单评判一个人是坏人，也不能随意认定是好人。人性是很复杂的，经不起考验。如果陆小云真的有心害陈真，我也能理解她。我知道她是个好母亲，只是被逼到绝境了。现在考验她的东西没了，她自然也会变得平和起来。我带给她全新的人生，让她重归正常人的状态。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爸爸从容地结束了这次谈话，过几天又出差去了，留我一人心烦意乱。他提出了3种猜想，每一种是好听的，都是对妈妈的恶意揣测。可让我心惊的是，那些揣测并非毫无道理。那之后，我总会想起爸爸说的话，那些让人在意的梗，非但没有消失，还更加凸显了存在感。而一旦带入那种前提，我对妈妈的感觉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她真的是那样的人吗？陈真死后，她确实很悲伤，但好像也没有那么悲伤。仅仅半年，她就走了出来，又半年，她就投入了新生活。她流下的泪中是悲伤居多，还是愧疚居多？她会在伤怀后的某一刻，为了新生活而庆幸吗？一旦这样想，我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了。我所爱的妈妈不该是这样的，她是坚强无私的伟大母亲，她不该是这样的。妈妈不完美的可能性，不会减轻我对陈真的罪恶感，只会让我更绝望，让我觉得这些年的努力或许只是建立在假象之上的笑话。我开始有意识地回避妈妈，妈妈似乎也有所察觉，对我也越来越冷淡。也不能说是冷淡，也许这才是正常的状态。只是之前我太过热情，妈妈不得不给予对等的回应，给了我情深的错觉。现在我不找她，她也不找我，她对我的感情本就仅此而已。多年来，我被害死陈真的痛苦反噬着，只能靠着这点勉强求得的母爱苦苦支撑，以达到脆弱的平衡。可现在，就这点母爱也岌岌可危。我不确定我是否拥有过，也不确定它是否如我想象中纯洁。我被这种不确定性架在半空，不上不下。我既想要远离妈妈，又害怕她离我而去。一个人怎么能这么矛盾呢？我痛苦到无心学习，也无心生活。高二暑假快结束的那几天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终日浑浑噩噩，夜不能寐。又生了重病，发烧发得神志不清。半梦半醒间，听到妈妈的脚步声正在耳畔。我哭着喊妈妈，伸手想拉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了不少胡话。可妈妈只是站在不远处的阴影里，冷冷地看着我，
无动于衷。我害怕他再次离开，拼命祈求他不要走。他最终还是走了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就看见妈妈坐在我床边，她垂着眼睛，拿一块凉毛巾给我擦汗，喂我吃退烧药，喝水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。我喊了声妈妈，她没有应答。我想要问些什么，但我太累了，很快又睡过去。第二天，妈妈就恢复了常态，我的烧也退了。一场重病痊愈，我好像又遗忘了很多东西。我不再纠结于母爱的不确定性，我想通了，很多事真的没必要深究，就糊涂的把日子过下去，会好过很多。我还像以前一样黏着妈妈，妈妈也给我积极的回应。新的学期快开始了，时间一直向前走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至于那一天，应该是我看错了吧？坐在床边给我擦汗的妈妈，表情是那么冷漠。就这样，时间又过去1年。我高考发挥的不好，只考上一所普通的大学，好在爸爸妈妈都还满意。大一上学期结束，我回家过寒假，得知妈妈老家的房子已全部完工了。爸爸在外地出差，由我陪妈妈回去验收房子。我在通往小镇的大巴上昏昏欲睡，车子一路颠簸，开进了深山的夜里，寒风阵阵。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冬天。我又梦到了过去的事，不知是因为害怕，还是因为冷，我浑身发抖，缩着脖子往妈妈那儿靠。妈妈就拿了件外套，轻轻给我盖上。凌晨时分，我们才抵达。这栋重建的老房子孤零零地立在林间，在黑夜中看不清形貌，像是某种庞大的未知生物。妈妈打开房门，而后落锁，开灯。晃眼的灯光刺得我眼睛生疼，我努力睁眼适应光线。看清房间的布局后，我吃了一惊，竟和之前那起火的房子一模一样。随后我后脑一疼，失去了意识。再次醒来，已过了整整1天，是次日夜晚了。我坐在客厅中央，余光看到妈妈正在家中忙碌。她从书架上拿下很多书，随意地散放在各处，遍地都是书。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在忙什么？”想站起来，才发现我被绑在了椅子上。妈妈闻声抬头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你醒了。”我的心跳得极快，带着椅子颠动挣扎。我似乎预感到妈妈想做什么了，于是我问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可她的表情是那么平淡，眉眼间也是少有的放松。这些年她的眉间总是蹙着，导致有了纹路，现在完全舒展开了，目光慈悲得像一尊佛。我问她什么时候知道的，她说上次来的时候。上一次是去年暑假，妈妈带我来老家，在小镇宾馆的楼顶，她哭着说她很想他。她说那么大的火，她该多疼啊！我手足无措地安慰妈妈，次日陪她去扫墓。一瞬间我就明白了，我是在哪里露了馅。多年来，我被梦魇纠缠，心里有鬼。爸爸工作忙，不着家，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但妈妈心细，她或许早有怀疑，只是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那次她带我去扫墓，是早有预谋的。扫墓中途，妈妈说我爸打电话给她，就走到远处接听，单独留我在陈真的墓旁。她知道只有我独自面对陈真时，才有可能说出真话。我也确实这么做了。我被心事压得喘不过气，见了陈真就忍不住下跪。我给陈真磕头，向她忏悔，祈求她放过我。兜里的手机频繁提醒，我都听不见。当时我神思恍惚，没有意识到另一个关键点。我爸打电话的习惯比较古板，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打电话，只会把手机贴在耳边，不会一边打电话一边发信息。当时我的手机一直在响，都是我爸发来的信息。他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，这就意味着妈妈走到远处接听的那个电话不是爸爸打的，是他自己打的。他带了2部手机，用第一部给第二部打电话，把第一部手机放在墓碑下的杂草中，装作接听第二部手机，走远了。他就用这个简单的监听器得到了确切的答案。想到这里，我也释然了。这些年我过得很累，似乎也一直在等那只靴子落地的时刻。我说：“你这次把我带来，是想杀我给陈真报仇，是吗？”这话说出来时，心脏震颤着发痛。妈妈不置可否，只是拉了把椅子坐到我对面。她说：“有些事想跟你说说。”我庆幸的是，爸爸煞有介事地猜了那么多，全是错的，大错特错。妈妈的讲述：贺佳，今天我和你讲讲以前的事。你初中的时候问我，陈真上一次叫妈妈是什么时候？我说是2年前。当时你很不平，不明白我对陈真这么好，为什么她连一声妈妈都不肯多叫。但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反而害怕她叫妈妈，因为往往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，她才会叫妈妈。陈真单纯冷漠，却有别扭的自杀倾向。她会在不经意的某一刻感受到我的情绪波动，然后想到去死，而真正身处险境时又会害怕，害怕了就会叫妈妈。她5岁那年，有一门语言干预课程上完了，我去交废续课，老师劝我别续了，换别家课试试。我只好带着陈真走了。一路上我难过的不说话。走到大路上时，陈真突然挣脱我的手，往马路中间跑。当时我吓坏了，赶紧去追，又被快速开过的几辆车拦住了去路。那短短几秒时间是如此漫长，我只听见到处是喇叭声、刹车声，几乎不敢往那边看。
等那几辆车开过去，我就看到陈真僵直着站在车行道分界线上，惊慌失措地喊妈妈。我冲过去抱起她，几个车道的司机停下来让路，摇下窗户骂我怎么当妈的，孩子都管不好。我埋着头，赶紧抱着陈真走了。那是她第一次说话，也是第一次叫妈妈，我本该高兴，却成了我的噩梦。又过了几年，她在特校被其他孩子欺负了，我赶到学校找老师理论，没注意，陈真跑出了办公室。过了一会，就听见走廊上哄闹一片，隐约还听见一声妈妈。当时陈真翻出了走廊，抓着栏杆踩在楼体外沿，只要松手就会掉下去。那一刻她害怕了，僵直地站着，紧紧抓住栏杆，喊妈妈。那一刻我心跳都要停了，纯粹靠身体本能冲过去把她拽进来。这种事还发生过几次，每次都把我吓得够呛。后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她，我给家里装了防盗窗，在房间里装了监控，还把她弄到我身边念书，就为了能时时刻刻看住她。我一遍遍地告诉陈真，妈妈最爱你，千万不能再寻死了，要好好活下去，不要放弃。她虽然没什么回应，但她听进去了。她其实很细心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没有再自杀过。到普通学校上初中后，学习也很努力。慢慢的，我对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谁知到了初三，我有一天打开监控，忽然发现她又尝试自杀了。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站得高高的，拿了根腰带挂在窗帘架上。她非常平静地把头放了进去，没有惊慌害怕，没有喊妈妈，就想无声无息地去死。我连滚带爬冲进她的房间，把她救下来了。不敢想象，如果那天我晚一点看监控，会有什么后果。事后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，是看到什么了吗？是有人跟她说了什么吗？她始终一言不发。我想应该是我给了她压力，普通初中的环境也给了她压力。我总是想着现在有我照顾她，以后我不在了，她该怎么办？总是想着要她尽快正常起来，尽快融入社会。可是这对她来说确实太难了，她在普通人的世界举步维艰。我不该逼她的，只要我活一天，就应该让她快乐一天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那次以后，我就想通了。我搁置了她的学业，带她出去玩，去户外徒步，回老家看看。远离了人群，她要自在许多，我放下了执念，也感觉很轻松。我们期盼着回老家开始新生活，却没想到是你把一切都毁了。竟然是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手已经开始发抖了，连带着胳膊和肩膀都在抖。妈妈看我的眼神冷得像冰，我回避她的目光，看着地面某处出神，努力消化妈妈刚才说的话。我没想到陈真是真的有自杀倾向，她根本不需要诱导，她有那么多次机会一了百了，都是妈妈拉回来的。妈妈救下她多次，牵绊住她，也牵绊住自己，好不容易让她稳定下来，不再产生自杀念头了。我却在初三那年，每一次课间都在她耳边低语，说她害了妈妈，叫她自杀，不要拖累妈妈。我以为陈真没听进去，其实她听进去了。妈妈以为是自己的错，其实根本不是，都是我害的。妈妈知道是我纵火，已经恨我了。要是再知道陈真那次自杀也是我害的，该多恨我呀！想到这里，我的泪水就盈满了眼眶。妈妈不知道我的心思，她继续说：“你放了火，把一切都毁了。”发生火灾的那一晚，我睡得太熟了，醒来时已经晚了。这么多年，因为心事多，我睡觉一直很浅。那段时间放下了执念，心也定了，安稳了。可是我想不通，那天我怎么能睡得那么熟啊？她捂着脸，泪水从她指缝间滚落。火灾后，警方介入调查，我把房间里的监控给他们了，自己不敢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不敢看，但我心里总有疑惑。我不明白陈真为什么会开门。我教过陈真火灾逃生的常识，明确告诉她，假如门外发生了火灾，而门把手很烫，就意味着外面的火已经很大了，绝对不能开门出去。我不明白陈真那天为什么会开门。警察给我的说法是，他是因为害怕，开门是想来找我。当时我太过悲伤，也没再深究。后来我回想起来就觉得不对，陈真害怕的时候浑身僵直，只会站在原地不动，然后喊妈妈，不可能主动跑过来找我。警察明明看过监控录像，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却对我撒谎了，只嘱咐我好好生活。所以录像里到底有什么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不敢看当年的录像，我根本不敢面对真相。妈妈无法自持，失声痛哭。你不要哭，我说道。我扭动身体，想往她的方向挪，想去安慰她，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艰难地喘着气说，后来你还是看录像了，对吗？那一夜，陈真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？妈妈，你告诉我吧。妈妈发出一声苦笑，擦了擦眼泪。她努力克制着情绪，随手从地上拿起一本书，点燃了。一簇火苗跳动着，她的脸在火光中忽明忽暗。她说，我会告诉你的，放心。等我说完了，我们就上路去给他赔罪。妈妈说着，带着那本点燃的书走向房间各处。所到之处均升腾起火焰，很快四周就陷入一片火海，所有门窗都被大火封死，腾起滚滚热浪。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冬天。
在这个冬天，妈妈要杀了我，也要杀了她自己。她要我们一起去给陈真陪葬。宿命的业火重重包围，我们已没有退路。她回到客厅中央，重新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，神情平淡从容，好似出离了人世的痛苦。她用无悲无喜的声音说出了最后的真相。真相是多么残忍啊！我初中时做了那件坏事，当时庆幸无人发觉，可后来的几年，我总在噩梦中惊醒。再怎么做噩梦，再怎么痛苦害怕，我都没有想过去死。我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，告诉自己这是最好的安排，时间长了我就能走出来。但当我得知完整的真相后，却绝望地想死。摄像头被烧坏之前，工作到了最后一刻，将最后的画面实时传送了出去。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其中都记录了下来。那一夜，陈真起身走到门口，发现门把手很烫。他知道火灾逃生的常识，烫到后立刻后退一步，没有开门。但他心里很害怕，于是僵直着站在原地，喊了声妈妈，只喊了一声就不喊了。他知道这种时候不能这样，万一妈妈情急之下开门来救他，就会迎面碰上大火，陷入险境。可到了这种危急关头，即便不开门，一直在房间里也非常危险。他呆立了一会，转身走到窗口，看着窗外摇荡的树影发愣。出去徒步时，妈妈曾教过他，在野外要如何判断风向。这不难，只要看树枝摇动的方向。那一夜风很大，是西北风，朝着东南方向吹，而他的房间正在东南方。妈妈睡北边房间，他睡南边房间。妈妈把光照最好的房间给他，希望阳光能让他快乐一些。可惜阳光无法照进他心里，他这一辈子都在阴霾中独行。那一晚，面对熊熊大火，陈真最后一次做了去死的决定。这一次他别无选择，他想救妈妈，救下当时的妈妈以及余生的妈妈。他知道那天的风朝他的方向吹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他把东边的窗户全部打开了，然后走到房门口，把门也打开了。那一刻，客厅的北窗与房间的东窗贯通，空气瞬间形成对流，狂风卷集着火焰与浓烟，找到了唯一的出口。他们顺着风的方向迅速蔓延，草草路过北边的房间，呼啸着一股脑冲向南边，义无反顾地迫近，逼着陈真往房间里节节退去。被逼到角落的那一刻，他好像真正快乐了起来。他手舞足蹈，浑身冒火，跑到了房门口，像邀请客人一样挥舞着双手。他喊道：火，火呀！都到这来，别烧我妈妈！艾婉儿诡谲的是来自地狱的绝叫，这才是陈真死亡的真正原因，也是妈妈幸存的真正原因。我以为我放了那把火，是烧尽了腐坏的过去，带来了新生。我以为这是最好的结局与开始。我凭什么这么以为？凭什么高高在上的评判他们的生活，自以为是的操纵他们的人生？我太卑鄙了！那个女孩明明有着求生欲，我却把她逼到绝境。她好不容易鼓起生活的勇气，我却想尽办法诱导她自杀。她知道如何应对火灾，已经缩回了开门的手，却又被逼得亲手打开了那扇门。本来妈妈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，本来他们要走向新生活了，本来他没必要牺牲自己去救妈妈的。他们本可以快乐地住进这依山傍水的小房子，在这里钓鱼、野餐、看星星，本不该直面那惨烈的结局。我却横插一杠，亲手碾灭那单薄的希望。我到底在做什么呀？我到底是谁？这一切的一切，到底关我什么事？我到底为什么要插手他们的人生啊？得知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哀哀地张着嘴，想哭想叫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被人世间遗弃到了真空里，我本就不配发出声音，不配被妈妈争取，不配被爱。我所奢求的一切，全部都是痴心妄想。我痛得心脏都快呕出来。火焰逼近，撩断了绑我的绳子。我挣脱了束缚，站起来。妈妈惊恐地看着我，喊道：不，你怎么能？我径直走到她跟前，最后一次喊她妈妈。我说：妈妈，你别死，我死就行了。我脱下外套，紧紧包裹住她，不顾她的踢打挣扎，把她抱起来。我用身体保护她，而后闷着头，冒着火，一鼓作气冲出了这栋房子。外面是深夜，却人声嘈杂。我将她放到了安全处，身旁围了不少人。附近的村民端着盆，提着桶来灭火，可惜火太大了，杯水车薪。现在他们欢呼起来，为我们庆幸。我深深地看着妈妈，说：我走了。她恍惚地抬眼，抓着我胳膊的手紧了紧，又松开。我扶开她的手，转身回到了火场。那是我的归宿。最终，我死在了那场大火中，神魂脱离身体，短暂驻留人间。我在多年的时间与空间中来回行走，终于回想起那些曾经遗忘的过去。唯有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才能获悉完整的故事。我看到那对苦难情深的母女，看到我残耻的一生，看到我爸跪在火场的废墟旁，哭得不能自已，而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。我这短短一辈子，看不见自己本就拥有的东西，只会去消想不属于我的感情。直到现在，烈火灼心，想的还是妈妈。我知道我做了那种坏事，肯定是要下地狱的。只希望我下了地狱，能让妈妈痛快些，好好活下去，余生都不要再伤心。